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给大家紧急释放一则不是几则利好消息啊！最近呀，真的是晴雨不定，妖风阵阵呀。狗币迎来了近期的一个非口炮的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包括共产党最近也真的是大招频出呀。你们看一下，前段时间又是政策性的限制挖矿，又是不让搞加密货币了，搞得币圈的朋友们都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了。现在呀，还有很多网友天天想找什么小道消息呀，想要知道一些政策性的内容呀，想要知道共产党这几天会不会再出什么不好的政策，再继续砸盘，搞得大家都不敢买币了。好，针对这个问题面具人想要从政治上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你们现在究竟应不应该慌？共产党接下来还会不会砸盘啊？好，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收藏这个节目，打开小铃铛。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比较热闹的事儿那就是特斯拉维权事件，大家还记得不？搞得那国内的爱国情绪那叫一个高涨呀。抖音、微信、微博天天报道特斯拉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和维权的报道。那这个事儿呀，是不是炒作？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在中国这种媒体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声浪还能大炒特炒起来，必然是经过党的允许的。那共产党为啥要这么搞呢？因为马斯克喊单加密货币了，搞得很多人都去投资狗狗币、比特币了，就连很多不懂玩币的、不懂股票、没炒过期货的人，完全外行的人他都知道要投资加密货币、比特币、狗狗币了。那如果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对这种加密货币产生了兴趣的话，这样会对共产党比较麻烦的，因为加密货币是很容易导致资产外逃的。所以呢，共产党他不搞马斯克，搞谁呢？共产党他是不希望目前老百姓玩加密货币的，但是呢，也不能不让老百姓玩，毕竟呢，所有的人你不能完全控制他，对不对？共产党他只是不希望老百姓现在玩加密货币，为啥？那这就牵扯到了共产党的一个宏大的计划了，这个蓝图非常的美丽。我在我的会员区已经说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会员区了解。好，咱们继续说马斯克的事儿国家轰击马斯克长达了1-2个月之后马斯克也恼火了，要停止对中国的特斯拉投资。这下可好了，中国这边立刻就怂了，前后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加1秒的转变。这个转变究竟有多么的大呢？我们来看这个视频的前后对比这是之前好，接着看。这是现在看完了吧？在这里面具人想要给大家说一下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特性游击战听说过没？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它始终就是绕着38线给你打游击战。38线是他的利益底线，所以呢，共产党他硬来硬去其实呀，你别看他硬，他只是为了带节奏，增加自己的谈资，为了自己的利益。你真让他硬刚，放弃自己利益，做有损自己利益的事儿，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共产党不可能这么做，就连那种稍微有点脑子的平常老百姓也不会做伤自己利益的事儿。听懂了没？只有那些无脑韭菜才会动不动为别人牺牲利益咱们再想一下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取缔各个地方的矿场矿机，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就我这边得到的消息和我通过我的渠道发现中国的矿场矿机都没有停，一个都没有停。不仅如此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各个国家要严打加密货币了，快跑吧，割肉吧，是不是？面具人那个时候就告诉你们了，
我说加密货币这个玩意儿对政权来说是个好东西，国家是不会禁止的，反而呢会利用加密货币。就像政权会利用那些资本家，就像政权会利用什么华尔街呀、股市呀、基金、期货、国债，是一模一样的。5月31日，印度央行发布公告称，加密货币交易在印度并未被禁止。印度央行在公告中表示，不要以其在2018年的通知为理由来阻碍加密货币的交易。因为那已经成为历史性文件了，因为印度最高法院已经撤销了该命令，也就是说，印度政府宁可打自己的脸，也要把这个加密货币利用起来，让老百姓继续做加密货币的生意。为啥？因为印度疫情现在很严重，实业没有办法投资啊，整个社会很难再产生更多的经济价值。那怎么产生呢？就跟面具人我之前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实业既然暂时没有办法产生经济价值的话，或者是经济价值很低，那么就玩虚拟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不是？面具人在前几天的节目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结尾咱们可以继续再延伸一下。好，回归正题啊，不仅如此啊，大家来看这张图啊，这可是个大利好消息呀！来看。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四川省电力公司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要求，为充分了解四川虚拟货币挖矿的相关情况，我办决定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仔细听好他的这个会议内容啊！哎呀，国家的文件就是绕舌呀！好吧，让我们一起开始绕舌吧。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分别汇报各自供区内的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及相关建议，关停虚拟货币挖矿对今年四川汽水电量的影响分析。2. 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汇报水电消纳示范区的大数据企业参与市场交易有关情况及相关建议。听懂没？它是让汇报这些挖矿对废弃用电多余的电量的影响，听懂了没？如果说这些挖矿用的是废电、多余电或者是废水啊，那是好事儿。看完了吧？这一说到什么约谈呀什么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完蛋了，又要罚钱了，又要关门大吉了，对不对？哎，我为什么要说又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共产党的做事逻辑，共产党的作风啊。我们来想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问题啊，既然国家要废除矿山了，不让它弄了，要弄死它了，那你说还研讨啥嘛？还约谈啥嘛？直接该没收没收，该抓人抓人不就得了吗？共产党手握枪杆子着呢，他想弄谁就弄谁，想干死谁就干死谁，对不对？你敢说共产党没这个能力弄死这些人？显然不是吧？那既然是要研讨、磋商、要研究，那就是讨论这个玩意儿的利用价值，听懂了没？啊，人在这个世界上混，它的核心就是利益，这就代表国家想要入场分一杯羹。那咱们可以继续延伸脑洞啊，既然共产党贵族想要入场了，这就代表着币圈、矿圈的资本要膨胀了。我这样讲，你们能听懂吧？不仅如此啊，面具人还搞到了国内最大矿场的老板的聊天截图，这也证明了面具人的预判。你们看图，这次开会主要有几个原则意见。首先，第一个是要停产，这个主要来源是新疆准东地区的这些挖矿企业，他们的一些行为做法已经被捅到中央了。他们的一些能耗评估这些的手续都没有，要让他们全部停产。然后本次说事态很严重，然后让他们把这个的相应手续能不能补上是一回事儿，补不上就要全部关停。你看老领导说话就是这么的绕啊。到底是补上手续了以后继续开门营业呢，还是说补不上手续就要关门大吉呢？各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不？看完了吧？
那这个聊天截图就说得很明显了那就是补一些手续费，让国家监管了以后，还是可以照常营业的。说白了，就是国家要入场。前段时间让停业的矿场也没停，只是被盘查监管了。说白了，就是把矿上交了，然后呢，共产党才能有很多比特币被用在前段时间抛售，用于砸盘。然后呢，共产党还出台了各种砸盘政策之类的事情。大家看好前段时间的砸盘呀，可都是亚洲时间才开始砸的，才开始带节奏的。我们再看好一个时间点呀，那就是马上6月4号了。这个会议可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它是在6月2号、6月3号之前开的，对不对？6·4是什么日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是个敏感时期，共产党他不会傻到在这个时候制造金融难民的，而且呢，他还要制造一些利好消息来冲一冲煞气。其实共产党的高官很迷信的，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而且呢，咱们再想一个逻辑，现在有大金额投资能力的人，基本上都是30岁朝上走的人，对不对？那这部分人里面又和那些00后的小粉红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有一定的权利意识的。就像80、70，甚至是90初期的这些人啊，他们是接受过世界潮流文化的，所以呢，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和那些从小被红色教育洗脑的爱国小粉红不太一样。而且呢，这些人他们的思维也比较变通，并不是那种洗脑长大的。还是经过这个老邓、老姜时期的那种比较开放的文化熏陶教育体系下培养长大的。而且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也都是知道6·4事件的，所以呢，共产党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冲击38线的。还有呢，面具人，我再给大家预判一下啊，那就是共产党还会在接下来的6月3号，甚至4号、5号、6号的前后几天再陆续释放更多的利好消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接下来看就能知道了。你们过几天再回头看我这个视频，你们就知道面具人我判断事情准不准了。好，这是中国大陆这边的利好消息，我们再来看看欧美那边有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呀？还真的有。Coinbase 在一篇博文中表示，他们将立刻开始在他们的 PRO 版本上接受狗狗币的入库转账。如果有足够的流动性，狗狗币的正式交易将在太平洋的时间的周4上午的9点以后开始。那 Coinbase 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其 PRO 版本顾名思义是为专业交易员所设计的。此前呢，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例如 Robinhood、Gemini 已经开始提供狗狗币的交易服务了。那大家听好了，上 Coinbase 这可是个大大的利好消息呀，对不对？狗狗币上了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所以呢，狗狗币今天才会出现了一波涨幅。我在早些时候也发会员社区的帖子了让大家观察好狗狗币，甚至呢可以追一点。狗狗币目前有涨势，刚才呢还突破了 0.4 的这个大关。我发帖子的时候是 0.36、37、38这个区间。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一看狗狗币的这个上涨它的力道不足。这次狗狗币上线 Coinbase 是美国时间的周4对于亚洲时间来说还有2天多的时间。按照目前的涨幅呢，面具人我预判这次爆破最终的上限也就是 0.5 到 0.6 左右。因为上面的冤魂太多了，大家不要贪你别看 0.5、0.6 这个价位都已经足以让一部分人解套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他投资狗狗币并不像你们想象中的5000、1万、2万的投，知道吗？光面具人群里面往100万投的老板都有好几个呢。你们想想0.5、0.6 投了几百万，吓人不？那你说这些人他难道不会在狗狗币涨到 0.5、0.6 的时候解套？
所以呢，上面的冤魂很多，我之前的节目也讲过，所以大家仔细观察啊，一定要在这几天谨慎啊。涨到这个价位，肯定会有很多人解套，而且呀，想要撸短线的，想要赚钱的，现在就可以试试看。而且大家注意啊，注意观察啊，这个狗狗币上了 Coinbase 也只是针对专业投资人的 PRO 版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狗狗币在 Coinbase 上面还是跟机构配合，你普通人还 P 什么 RO 呢？对不对？所以呢，机构它也不会说是这么高的点位去入场接盘背锅的，他去让这些亡魂解套，让这上面的被勒住的人解套。我个人判断啊，它可能会涨到上一次的压力位置，然后呢再出现大杀机。大家注意啊，接下来这个狗狗币很有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路拉高，然后呢出现更夸张的涨幅，这种可能性很小。我刚才说了，机构不傻，没有足够的利润让他们接下来继续接盘。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涨到 0.5、0.6 左右啊，甚至呢突破 0.6 都非常非常艰难啊。然后呢，在这个区间再横盘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血杀，这种可能性比较高。不过呢，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应该做两手准备的。高位入场的人，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贪的话，先不要急着再追高、再入场、再掏钱了。等到你心里面那个期待的点位以后，你先解套再说。低位入场的人呢，涨到了一定的高位的程度了以后，你们可以先把本金抽回50%以上，剩下的钱在里面继续滚。日后呢，涨了赚，跌不亏，对不对？这是多好的事儿嘛！剩下的钱呢，大家可以考虑投资 Cake 蛋糕币或者是 Axie。这个 Cake 它每天可以挖矿，你就算是不动本金不卖本金，你光卖矿都能够你的生活费了，不香吗？今天 Cake 又要马上接近$20了，可能在我做完节目以后呀，它就能涨到$20以上了，对不对？好，咱们再来说 SLP、Axie， 你们来看这些蛋啊，这些蛋都是面具人孵的，都是我下的蛋啊，不，都是我在游戏里面下的蛋。这一个蛋的成本是300 SLP， 这个蛋孵出来一个怪物啊，就能卖 0.5 个以太坊，甚至更贵。我这些蛋啊，可都是极品基因呀，能卖 0.1 个以太坊左右。20个蛋现在至少能卖2到3个以太坊。如果孵出来了超级极品的神级怪兽啊，一个蛋孵出来的成品能卖1个以太坊左右。你看我这笔账算得好不好？ SLP 涨了我卖 SLP，SLP 跌了我就拿它用来孵蛋卖怪兽，多好的！哈哈哈哈！投资赚钱得用脑子，所以说呢，还是得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呀！哈哈，赚钱呀，你得跟对人，你得有办法。赚钱大家开心，亏钱了也别怕。做生意有赚有赔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的事儿。可是呢，很多人他败就败在亏了以后慌了，或者是亏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才是最可怕的。那至于面具人能不能带大家赚到钱，能不能帮大家解套，我往期的视频就是这个最好的真实证据呀，对不对？还有我的会员也都是包括你们刚才看到了那些蛋啊，包括你们看到的那些 Cake 啊，也都是真真实实我的操作思路、操作策略呀。哦，对，我开头还说了，想要延伸一下嘛，就是这个共产党从政策上会怎么对待加密货币、数字人民币啊？有数字人民币的事儿哟，记住了啊，数字人民币关乎你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面的钱包的钱，是不是？也很重要。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什么数字人民币呀、数字硬钱包呀，包括这个加密货币呀，以后呀，共产党会把它们串联起来的。而且共产党在这个领域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至于是什么计划呢？那就牵扯到了你们手里面的币和手里面的人民币，是不是？
这个办法呢，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会员频道都已经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给我发邮件。日后呢，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再详细讲解的。剩下的呢，咱们群里面继续说。哦，对了，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上个月的订阅半年赠送半年的活动已经结束了。如果是因为沟通不顺畅，比如说给我发邮件我没看到，或者是给我发消息我没看到，因为每天给我发邮件发消息的人太多了，少了几百个，多了可能上千个。因为这种原因啊，锅不在你的情况下，在我身上啊。那你可以把你跟我联系的这个时间点截图发给我，注明时间啊，我排查一下，你们还是可以享受优惠的。好了，点赞、订阅、收藏这个频道，并且把它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会员专属的优惠哟。拜拜。